Hello， 大家好。先問你一個問題：一家成立才5年，燒的錢比對手少4倍的公司，憑什麼能在一夜之間反超那個 AI 的代名詞 OpenAI、ChatGPT 呢？就在26年的6月1號，兒童節哈，他 Anthropic 悄悄向美國證監會 SEC 遞交了 IPO 的文件，搶在 OpenAI 的前面，很可能成為史上第3大的 IPO， 而它的估值已經衝到了9650億美元，半年翻了快3倍，比 OpenAI 還高出1100多億。他做的那個 AI， 你可能聽說過，叫 Claude。前陣子那個火出圈的龍蝦就是長在 Claude 上的。今天這一期呢，我把你最想問的幾件事兒一次說透。Anthropic 是不是真的反超 OpenAI 了？估值到底多少？今年會不會上市 ？OpenAI、谷歌、Gemini、Anthropic 的 Claude 3家模型誰更強？怎麼收錢？誰在悶聲發財？會自己幹活的 Agentic AI 誰跑得最快？那只爆火的龍蝦為什麼偏偏長在 Claude 身上？3家的護城河分別是什麼？以及最關鍵的，未來是一家獨大還是3足鼎立呢？那坐穩了，這一牌桌比你想象的還要精彩。這個頻道是我分享投資研究和我投資筆記的地方，訂閱我，點擊小鈴鐺，選擇全部，就不會錯過我每周更新的硬核分析啦。2026年6月1日，Anthropic 向美國證監會 SEC 遞交了一份保密版 IPO 文件。所謂保密，就是先排隊、先占位，但暫時不讓外人看到具體的數字，免得驚動市場和對手。這一步意味着他正式排隊去敲鐘了。有意思的是，他搶在了 OpenAI 前面 ，OpenAI 也在準備上市，目標也是今年要 IPO。而 Anthropic 先行一步，預計最快今年9到10月左右就可能會掛牌。2個 AI 雙雄幾乎是前後腳衝向同一個資本市場，搶先地表這一步本身就是一種姿態，等於告訴華爾街，論上市準備，我比 OpenAI 更早做好了。更刺激的是估值，今年2月 Anthropic 還只值3800億美元，到5月一筆650億美元的巨額融資，直接把它頂到了9650億，3個月翻了快3倍。而 OpenAI 最近一輪估值是8520億，也就是說，在那個我們以為 AI 就等於 ChatGPT 的世界裡，劃重點了啊，半年翻3倍，老二第一次把老大從王座上擠了下去。光估值高沒用，關鍵看誰賺錢。來看這個圖 ，Anthropic 的收入曲線用嚇人來形容都算謙虛了。2024年的1月，它的年化收入才8700萬美元，到2025年底9億，進入2026年像踩了油門一樣，2月140億，4月300億，到5月直接幹到450億美元年化收入，走出了每6周收入翻倍的史上最快曲線了。創始人 Dario 自己都被嚇到了，他說了一句很有畫面感的話：我們本來已經按1年漲10倍來做規劃了，結果漲了80倍。這還真不是凡爾賽，這是真沒料到啊！更關鍵的是，他居然開始賺錢了。我們市場上看到的都是 AI 公司比着燒錢，生怕誰燒的少，生怕落後了。可是 Anthropic 是第一家排除了這些半導體等產子公司外，純做 AI 模型業務，現在就能賺錢的公司。後面會分析為什麼它能賺錢啊。公司預計26年第2季度收入109億美元，還能擠出5.59億美元的運營利潤，這是它歷史上第1個盈利的季度。當然也要潑一盆冷水，公司自己也說，下半年為了砸算力，利潤可能會被打回去。但是这第1筆利潤更像是一個里程碑啊！
再橫向對比隔壁家的 OpenAI， 它收入是250亿的年化，起步更早，用戶更多，但預計2026年要虧140億美元，到2030年都不一定能回本。看看左图，他俩这收入的剪刀差。最扎心的对比是 Anthropic 訓練模型燒的錢，大約只有 OpenAI 的1/4。那麼少燒4倍的錢，把收入做成反超，這才是真功夫。那這3家到底靠什麼來賺錢？這是看懂整盤棋的關鍵。先說計費，3家賣給企業和開發者的 API， 也就是 AI 的接口，都是按量計費。說白了，像水電表，用多少 token 付多少錢。token 在這裡你就理解成 AI 處理文字的最小計費單位。但價格策略完全不同 ，Cloud 走高端路線，旗艦 Opus 模型，輸入每100萬 token5美元，輸出25美元，這個確實有點貴啊，但被公認最會寫代碼了。谷歌的 Gemini 走性價比 ，Pro 版輸入2美元，輸出12美元，還有更便宜的 Flash 版本。OpenAI 居中，一句話，想省錢找谷歌，想写代碼找 Cloud， 客戶結構的差異就更大了。Anthropic 是個悶聲發財的 To B 公司，70%以上收入來自企業 API，30萬家企業客戶貢獻了大約80%的收入，其中超過1000家客戶每年在他身上花掉超過100萬美元。從製藥巨頭輝瑞、美國聯合航空到歐洲議會，都是他的座上賓。OpenAI 正相反，是 To C 的流量之王。ChatGPT 每周9億活躍用戶，5000萬付費訂閱，是大眾心裡 AI 的代名詞。谷歌則是全家桶的打法了，把 Gemini 直接塞進搜索、Gmail、安卓，一夜之間觸達幾十億人。一個悶聲賺企業的錢，一個刷屏賺大眾的心，一個躺在10億用戶上做分發。現在唯一走通變現閉環的就是 Anthropic 這個主要做 To B 企業業務的。我自己是3家都訂閱了，都使用，但是在使用了 Cloud 一段時間以後，就果斷取消了 ChatGPT 的訂閱。那為什麼呢？下面分解。接下來是真正的勝負手了 ，Agentic AI， 會自己動手幹活的 AI 智能體。打個比方，以前的 AI 呢，像個問答機，你問一句，它答一句。Agent 則像個實習生了，你說幫我把這季度的數據整理成報告發到群裡，他自己就調用工具一步步做完了。這個賽道目前 Anthropic 最猛。它的 Cloud Code 一個專門幫程序員寫代碼的工具，2025年的5月才上線，半年就做到了10億美元的年化收入，到26年的2月飆到25億。那 Netflix、Shopify、Salesforce 都在用它寫代碼。據傳，馬斯克家的員工也是更喜歡用 Cloud 而非自家的 Grok。那 OpenAI 和谷歌在幹嘛呢？OpenAI 也沒閒着，推出了 Agent Kit 和 Operator， 把 ChatGPT 升級成能自己點網頁、填表格的代理模式，主打人人都能搭智能體。谷歌則把智能體直接封進了 Gemini， 讓它在你的搜索框和 Gmail 裡幫你跑腿兒。3家都在搶這塊的大蛋糕，但開發者是用腳投票的。真要寫代碼搭複雜的智能體，目前圈子裡還是最公認的是 Cloud。這就要講到那隻龍蝦了。2026年初，奧地利工程師 Peter 基於 Cloud 做了個開源的智能體，最早叫 Claude， 就是 Cloud 的諧音。結果被 Anthropic 發了商標律師函，3天內改名2次，最後定名 OpenCloud。中文圈乾脆就叫它龍蝦了。那為什麼龍蝦偏偏長在 Cloud 身上，而不是別家呢？因為 Cloud 的模型最擅長調用工具，自己幹活，開發者親切地叫它裝上了手和眼睛的 Cloud。這隻龍蝦在 GitHub 報道24萬顆星，
騰訊、網易紛紛的跟進，揚起了自己的龍蝦。而 Anthropic 真正的護城河藏在一個叫 MCP 的協議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I 世界的 USB 接口，讓所有 AI 用同一種插法接上 Slack、GitHub 數據庫。結果呢，連 OpenAI、谷歌、微軟都來用它。那 Anthropic 乾脆把 MCP 捐給了 Linux 基金會，讓它變成全行業的公共標準。你定義了全世界都要用的接口，這就是教科書級的護城河了。先說一句大白話的結論：論模型的考試分數，3家其實咬得很緊。谷歌和 OpenAI 並列，稍稍領先 ，Cloud 緊隨其後，差距小到普通用戶基本感覺不出來。真正拉開距離的不是分數，是各自的命門了。先看 Anthropic 的王牌，代碼與智能體能力最強 ，MCP 成了行業標準，企業最信任，燒錢效率最高。背後還站着亞馬遜和谷歌，光谷歌一家就承諾投它最多400億美元。它還跑通了一個漂亮的收入閉環，模型越強，開發者越喜歡用，消耗的 token 越多，收入就越高，又能反過來砸錢訓練更強的模型，正循環滾雪球。但它的軟肋同樣刺眼，收入太集中，將近一半的 API 收入來自 Cursor 和 GitHub Copilot 這2個客戶，而 GitHub Copilot 又屬於微軟，微軟呢又是 OpenAI 的最大金主之一。哪天微軟想給親兒子讓路，這就是懸在 Anthropic 頭上的一把刀了。再加上它在普通消費者裡幾乎沒什麼存在感，路人提到 AI 想到的還是 ChatGPT。當然，我在工作中最喜歡用的就是 Cloud， 因為它能自定義工作流，自動出發執行，根據需要訓練它需要的技能，真能頂幾個好用的員工了。那 OpenAI 的王牌是品牌和流量，9億用戶是任何對手都眼紅的護城河。軟肋是巨虧，預計2028年光算力1年就要燒到1210億美元。那谷歌的王牌是自研 TPU 芯片，加上全家桶的分發。軟肋就是在代碼和智能體這條最熱的主線上聲量不夠，被人評價為紙面第一，蓄勢掉隊。那麼終極問題來了，未來是一家獨大還是3足鼎立？我的判斷是，至少短期內是3座山頭各占其頂。就拿我自己來說，現在也是同時在用 Cloud 和谷歌的 Gemini。那 Cloud 消耗的 token 量太巨大了，你還沒有完成1個2個任務 ，token 當天的 limit 就到了上限。那麼這會兒我再轉用谷歌的 Gemini 來做一些填補。在純模型能力上，3家咬得很緊，幾乎打平。單論勢頭 ，OpenAI 和 Anthropic 明顯領先谷歌，因為26年 AI 落地最猛的方向就是寫代碼和智能體 Agentic AI， 而這恰恰是 Cloud 的主場。谷歌在這條線上反而有點掉隊呢。但你換個角度看，他們其實根本不在同一個山頭稱王。OpenAI 是消費之王 ，Anthropic 是企業與開發者之王，谷歌是分發與成本之王。短期內誰也吃不掉誰。更微妙的是，谷歌一邊自己做 Gemini， 一邊又給 Anthropic 投了幾百億。這年頭，對手和股東可以是同一個人了。所以回到開頭那只龍蝦，它能爆火，恰恰說明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只看誰的模型考試分數高，更看誰能讓全世界的開發者願意在你身上長出鉗子和眼睛，蓋起自己的房子。至於 Anthropic 這次 IPO 能不能真撐起1萬億，答案就要在今年的9、10月份揭曉了。AI 的牌桌上沒有永遠的老大，只有不停下注的人。如果這一期幫你把3大模型這盤棋看明白了，麻煩您點個讚，訂個閱，再開啟小鈴鐺，選擇全部。我需要您的支持，
下一期我們接着拆这桌上最大的那幾张底牌。我們下周見。订閱我，下次